打板。打板。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这位嘉宾呢，他是王者荣耀的职业选手。那8年的时间里，他一共是获得了8次冠军和7次 FMVP 总决赛最佳选手的称号。我的天，那不是称霸一个时代？就是最高的山啊！最高的山，最高的山，对抗路的尽头。那从籍籍无名的小将，再到满身荣誉的飞牛大将军，他都经历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跟他聊一聊。Hello，Fly。Hello。我想知道，一般你喜欢大家怎么称呼你？是叫你 Fly， 还是叫你彭云飞？我觉得都可以啊，看大家想怎么叫。我觉得叫我大名也可以，叫你大名也可以，彭云飞。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以前有个队友叫墨酱，他每天就彭云飞，天天在我旁边就彭云飞，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种称呼。为什么他叫你本名你会觉得印象很深刻？难道平时没有很多人叫你本名吗？这么多届队友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叫我本名，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但是他那个发音又很搞笑，知道吗？就还有发音比较可爱，那我就原谅他吧。他怎么发音呢？他就是嗲嗲的。彭云飞，是这样吗？比这个好一点点，但是差不多。比这个好一点。哎，玉林有他独特的方式。我刚刚有点过于就是做作了，是不是？还行。还行。好，那我叫你云飞吧，或者我叫你云飞和 Fly 好不好？因为你现在的 ID 是 Fly 嘛。对，可以啊。好，那我就换着叫，我都叫一叫。行。你最近是都在上海吗？对，最近都在上海休赛期。休赛期最近在干什么？我明天就要去新疆玩了，因为撒贝宁老师说了，不去赛林湖等于白活了，我不想白活。他还挺好玩的，好玩的，太可爱了。他们都有特别多的梗，其实。赛场之外，特别可爱。太可爱了，跟卡通片似的。对不起，刚开场就让我笑成这样。好的，那我希望你旅途愉快。但是在旅途之前，我们先来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很好的开场，不错呢。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你自己都不一定能注意到。你还记得你是几年来的上海吗？我来的比较早，我好像是2015年来的。那你还记得你15年第一次来上海那个时候的情景吗？就当时坐了个大巴车，我就3天3夜我就过来了。坐了3天3夜过来的？对。其实来到上海，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很迷茫。很迷茫。因为太大了。因为我在老家的建筑物它没有那么大，我一下车，因为我坐的是大巴过去的，然后刚好下去的时候那边很多高楼，然后我抬头望我就很迷茫，因为当时我要等我爸来接我，所以我在那边一直在自己在那逛，然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建筑物和商场跟超市，所以我当时是比较迷茫的，然后也比较期待，就跟一个好奇宝宝一样，我就在那里转，因为那有个很大的建筑，我在那旁边转了一圈，走了很久，我记得。没有记错，那个时候应该你才16岁。16岁，对，16岁。16岁，对。那你真的很勇敢哎！16岁那个时候，我想想看，我16岁在干嘛？我应该是刚上高1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除了我们这个小区之外的门，就是你好勇敢。那你那个时候拿了多少钱来的？啊，这个问题很好啊。500块钱吧。是谁给你的？我奶奶给我的，我说我要找我爸去，想自由一点，然后就刚好我爸在上海上班，然后我也没去过上海。所以是你奶奶管你管得特别严吗？因为他对我会有一些他们的想法嘛，比如就会想让我去学个手艺，然后在那个职高。学个手艺，但是我当时想，我说那我学个手艺，我不如自己出去。我爸不是本身就是有这个手艺嘛，我就直接去找我爸去。你爸爸，您父亲是厨师？对，厨师，他是厨师。学什么呢？那个时候？当时我就从切配开始啊。切什么？切配。切菜。对，那个专业词语叫打盒。打盒就是你在上海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餐厅里打盒。对对对。那你那个时候第一份工作1个月赚多少钱？我是上海最低工资，我领低保。多少钱？可以说吗？2100块钱。那份工作你满意吗？当时那份工作？很累，但是拿到工资的时候我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我的付出有收获了，因为真的很累，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上班会这么累。怎么个累法？这个问题好，知道。对，场景化了。对，因为很热，夏天那里巨热，然后每天都是要去切料，然后搬东西。因为我那个职位是比较杂的，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如说今天 OK， 服务员太忙了，我要去跟他一起去端菜。然后呢，如果洗碗工太忙了，我要去帮他洗碗。你看多好玩啊！这些都是那个挺好玩的信息。哦，就相当于你是这个厨房里的万能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不是那么万能，因为有的活我是真干不了。就比如刚开始让我切东西的时候，我切得很慢很慢。比我想象的好哦。好很多。哦，跟你聊的不是游戏，对，那种人生的那种小细节。游戏王者的人生。对，哇，这个故事也很好。通过 Fly 的成长故事来带入，这样观看门槛就没有那么的高，整体还是比较抓人的。那当时你16岁，你是先在这个厨房工作，然后后面从这个厨房里离开辞职，回家陪了奶奶一段时间，然后再决定走职业这条路。那个时候你跟你父母商量了吗？你看，进入那个核心了。进主题了。没商量的话，商量了呀，商量了一下，我说我去学理发去了。啊，你是骗他们说你去学理发了？因为当时最早去的话是没什么收入的，所以我不太想让他们担心我。那段时间的支出谁来负担呢？你看岳林特别能问细问题，场景化他，这真是个好习惯。支出的话，因为自己上班也攒了一点点钱，因为也不需要太多的付出，基本也有阿姨做饭吃，就是付出可以说是零成本。但是据我了解到，你是不是为了为了打那个王者荣耀，斥巨资买了个新手机？哇，真是巨资！我花了3个月工资去买，我还被我们爸差点要打我了。那个手机当时是多少钱6088，巨贵。6088，那真的是你3个月的工资哎。对啊。所以那你是什么时候正式的跟你父母说我已经走上职业这条路了？这个细节问得好。对，说细节推进。我记得是18年吧，18年还是17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登上 KPL 的时候已经有一点成就了，已经开始有收入了。我记得我登上 KPL 开始每个月都会领到工资，然后还有奖金。哦，所以你是采取了一个先斩后奏的策略，避免了一顿拖鞋的毒打。我爸当然也不会真打我，他只会阻止我。但我现在觉得你一点都不矮。从我跟你见面的第一次对话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人绝对不是个 I 人。我有个故事，我跟你分享一下。最早打职业的时候，哎呦，打开了，你看主动来。当时我的主教练是葛米尼，葛大爷。当时我每天打训练赛，我都是不说话的。我打完游戏也不怎么说话，然后跟他们基本就很难交流。我跟他们说最多的话就是可以打不了。然后当时我的主教练就觉得不对劲，他就鼓励我让我勇敢的开口说话。当时记得很清楚，他是给我的电脑上面贴了一个 nice， 他就让我说你不会说话，那你就从每天喊 nice 开始，让我多去跟别人交流。进入 KPL 以后也有很多之类的采访或者怎么样的，就慢慢的引导我就可以逐渐打开心扉了。对。天哪，我觉得岳林这一组要进入榜单了，我感觉。游戏，意外的好。Fly 对我来说也难，因为是专业项的难，但它脉络非常清晰。我觉得王韵玲有在追问很多的细节，因为你给他很多的抓手，让他可以讲自己的细节和故事。Fly 整个的输出和我们对他的了解都是达到一个新的层次的。那这么多年下来，有哪一段时间，或者说是哪个转折点，你会觉得自己有点扛不住了？可能那段时间确实处于一个相对的低谷。都是有效问题。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整个8年的职业生涯有3次
这样的情况。第一次是，队友的离别，就是18年 Cat 走了，对18年Cat走了，因为第一次Cat走的时候我就很难接受，但是我没有表达出来，我藏在心底里面。你为什么那时候不表达出来？因为我觉得很矫情，我不太想示弱。他现在已经开始直面那个韵玲，开始有时候会有一些眼神上的交流了。对，已经开始接受了。对，那他走了，你有没有偷偷的哭？有的，偷偷的留小珍珠了，但是我没有跟他说。偷偷在被窝里哭。在宿舍小哭了一下，但是在他离别的时候，我是忍住了。他现在知道你曾经为他掉过小珍珠这个事情吗？他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信不信你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你们的关系其实私下可能你们感情很深，但是你们不会互相表达，甚至有的时候还是那种互相调侃、互怼更多的状态。对，一般都是互相诋毁，互相诋毁，怎么诋毁？互相攻击。你怎么攻击他？我不太好说，也不是不太好说，他就转换到意识大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切死你，你等着被我切。他当时玩中路，压力他。但事实证明，在19年的那个冬季赛，你也确实把他切了。对，赢得很艰难，打到巅峰对决才赢的。那一瞬间是不是自己都恍惚了？哇，我居然赢了我的老队长，最熟悉我的这个曾经的队友。你看，这些都不是表演提问，对，感觉很好，他有感觉。是不是？你又想带他去上班了？哇，这个真的是他手感很好。对呀，就是一个真访谈者嘛。对对对，惊艳到了。这就是天生，这是有天分的。节奏都好。对。那据我知道啊，是不是在2019年，就是那场比赛之前，其实你们队里也闹了一些矛盾，是吗？是的，有点矛盾，因为当时是训练状态很不理想，然后呢，我们当时的指挥是770嘛，因为他心智比较成熟一点，他年纪比较大，他是老将，770是一位老将，对，他是一个老选手，他就说能不能对自己狠一点，这个他不想上去丢人，因为当时是打的境外的一些队伍，所以当时他就很差，然后上去打境外的队伍也打得难舍难分，当时下来之后他就说，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狠一点，然后他不想上去丢人，然后他就扇了自己一巴掌，就回去收拾行李，他要走了。哦，他是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扇了自己一巴掌。对啊，就是在比赛前夕，他说他不打了。对，他说他收拾行李，他要走了，我都懵了，我说我们都没扶出去走了，我们怎么打？我当时愣在原地了，因为当时我们的年纪都比较小，还有一个队伍比较小的一个打野选手，他当时就一动也不敢动，就在那看。那然后是怎么解决的？后面我就说不行啊，没有辅助我们打不了，我们真得过去给他表个态度，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几个过去了，然后我们就一人给自己了一巴掌，给他表了个态度，他就留下来了。一人给了自己一巴掌，对，谁先打的？谁先打的？太好了！什么叫做追事实？亲爱的们，真的就问事实不问态度。那表个态度都是事实。你看，谁先打的？我先打的。你先打的。他要个态度，我就给他个态度。哎呀，哇！我就说我们一定会好好训练的，我们一定会加油的，我们一定会完成你的指标的。回来我们再拼一次。对，因为我没有退路了，我的队友要走了，我没有辅助可以用了。退无可退。对，我必须要打的呀。那所以，然后在19年的冬冠，你是有举起那个奖杯，然后大喊了一句“我们回来了”。当时主要压抑了心里面的情绪压抑了很久。我只想说，我们回来了。我觉得虽然他话不多，但他话里边很多细节，有的时候你会有画面感。励志故事、逆袭，然后兄弟情都有了，非常画面，我都觉得应该就他们对拍个电影，就是脑子里都有电影了。
那其实，在18年到19年的这个阶段，你是不是有过一段时间是做到替补席的？有一段做到替补席，可能是你有过非常多荣耀时刻，你拿了很多的冠军。那为什么18年，即便是你这样一个经验很丰富、有过很多荣耀的这样一位选手，还是会被安排到了替补席？当时的我肯定是不理解的，那现在的话，我慢慢开始理解他了。哦天哪，真的用心了，2天的时间。哎，我现在理解侯子泰为什么同意让我，为什么同意说还是让他来。这里下了多少功夫，我们前面的担心都不存在了，不成立了。他说的那些比赛的名字，然后具体的年份，俱乐部的名字，前队友的名字，他想都没想。我觉得他理解了，而且他理解那个故事。你在这1、2天之内，你要在这么丰富的素材里面去找我该看什么，其实这很难的。王韵玲，惊艳到我了。那我记得在21年的时候，你发过一条微博，我还记得是4月21号还是22号吧。你说从 B 组打才有意思，因为正常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比赛最好肯定是从 S 组开始，然后或者说再其次从 A 组开始。而且我觉得韵林就是实际上他肯定对于那些整个 Fly 的10年当中，关键是个一无所知，但是他很多东西能把它继承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了。哇塞，优秀。那你觉得你是努力型还是天赋型？努力更多一点吧。这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电竞它是一个唏嘘大于圆满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电竞选手，他们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办法像你一样碰到那个最终的奖杯，可能有很多人他们始终都是坐在替补席，他们就一直都没有上场的机会，或者还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为了一次上场的机会，他们就会不停的转会，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你会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看？我觉得这就是电竞就是残酷的，每一场比赛你一定会面对输和赢，面对赢大家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你面对输呢？其实面对输就跟那些没有机会上场的选手是一样的情况下，就是那些还在想着上场，但是却没有机会上场的人，其实跟去面对输，我觉得是同一个情况，就是很不确定性。但是呢，你如果坚持，你如果比如说你把时间线拉长一点，你可能今年1年你没有上场，但是你把时间拉长2年、3年、4年，你总有上场的机会。因为 KPL 有很多选手是一直没有机会打，一直机会没有上场，但是他一上场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有很多。但是电视竞技就是这样残酷的，没办法，它就是淘汰制的。真的是。其实你还是认为，就是这个行业厚积薄发和信念感特别的重要，不能再一点点就可能我没有办法上场我就放弃，而是我要坚守到底。不管是现在 KPL 选手，还是未来想加入 KPL 的选手，应该把不能上场这个情况当成常态。因为本身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人在这个赛场上了，你现在就是要缺一个机会，就等这个机会，所以你要把视为常态。但是呢，你不能因为它是常态，你不去努力，你一定要去努力，保持这个心态，有机会上场你一定要抓住，就是要时刻准备着，不管我此刻上场还是不上场。对，不管我此刻上场，这就是他成熟的地方。我觉得价值观也有了。故事、情感、价值观，对，完整。这个是优秀的采访。我觉得你是对自己认知很清晰，并且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那你，所以其实我突然想到你之前说的那句话，你说我不是一直站在山顶上，但我一直在追逐山顶，其实就是一直很符合你现在的状态。是的。你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你的身份、你的职业其实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你再回头看这座城市，上海这个城市，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哇，还有设计，首尾呼应了，call back 了。16岁跟25岁的上海，就是有无限可能吧。就他能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机会。就在我们万州的话，就可能就是会一眼望到头。但是我出来，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出来就会有可能能好，或是更好，或是不好。想做什么就做。我觉得每个人能做到自己热爱的事情是很难的事情。如果你热爱的是电竞，那就来吧。虽然很难，这条路
很难，因为你热爱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要做到最好都是很难的。但是你想做什么就做，因为现在还年轻，有试错的空间，放心的去做，不用害怕失败。这男孩表达也太好了，都在点子上，一句废话没有。是的，哇，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其实就是很符合你当下的一个状态。而且其实通过刚刚跟你的交流，我也感受到，就是一个冠军选手，不单单是你的故事有一飞冲天，还有更多的是卷土重来。哇，这个好呢，现场接的茬，哇，妈呀，总结到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热爱和你岁月漫长。对他来说也是热爱和你们。热爱可以啊。王岳霖，你这种心态也是啊。我看太感动了。我觉得你的心态做什么事情都会成的。谢谢。好的，那75分钟的时间，非常感谢 Fly 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我们的飞牛大将军在未来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非常精彩，非常让人难忘的瞬间。谢谢你，谢谢彭云飞。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拜拜。太好，放哦，加大分，上大分。天哪，我觉得我都不能做到更好了。他这个做真成熟。对。独特，这就是他的风格，就是无可替代，就是他，就是韵霖，他在那儿就成立，因为他的提问跟他的人格是高度同构的。谢谢。哇塞，你真的很会说哎，好厉害！谢谢，真的好棒！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太有人格魅力了，太感谢了。我觉得你说的很好，而且很真诚。每次刚好问到的都是我知道怎么回答的。真厉害！谢谢，没有比较难的。谢谢，我们俩来之前真的。加油！再一次创造奇迹！可以，谢谢弗莱，谢谢，辛苦。好，那我带Fly去见一下4位带教老师。好的。好，那你们俩先收拾一下。好，拜拜。感谢，拜，弗莱，拜拜。玩得开心，新疆之旅。这里面有好多子泰的功劳，对，所有的那个电竞部分，电竞部分的很多专业的东西应该是。但韵霖非常棒，全都背下来了。是的，全部有很多都是我看他们那个提纲，全部都特别专业的。这真的得吃透，这不是背下来的。对，天哪，2天的时间，厉害，真厉害，厉害，这就天赋型选手。韵霖，真的，啊，一直不显山不漏水，韵霖。哇，太牛了！行吗？包型的。你不要为了安慰我，你客观说。没有特别厉害，真的特别厉害，你就无缝衔接把。当时有一个瞬间，就是你讲到哪儿的时候。然后就无缝衔接，说你确实在2019年的冬冠还是2017年的冬冠把它切了，你还记得那句话吗？无缝衔接，就是他说我要把你切了。你说那你在2019年冬冠确实是把它切了，然后他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给想起来了。主要是他确实，我来之前好紧张，但是我担心的那些点就不复存在了。他确实很健谈，而且他很真诚，你不觉得吗？就是鲁豫老师说，真诚就是最大的必杀技，你在他面前就没有任何其他的。Yes， 厉害！感谢你，合作愉快。没有，我觉得我做的最正确的。那你把这个带走。他可能真的不爱吃青提，他可能会拿出去被别人。我们是不是要帮他澄清一下？他真的不爱吃青提，他都没有带走。我吃一个。可能是他今天吃够了。好，那我们走吧。但问题是你要提问好才能激发对方的真诚啊。对，搭建的这个真诚的场。对。那种松弛、利落、清澈。对。然后坦荡，又不会让你感到压迫。没有任何压迫。对。你就自然而然的一些小细节流淌出来，怎么做到的？他完全建立了叫做你懂我，我值得说。是，